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5日晚间18点5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美股昨天出现了一个0.4的微涨啊，最近一段时间行情一直处在一个震荡的趋势当中啊，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处在震荡，但是它的下跌趋势已经开始。首先呢是12月15日这一天呢走出了日线级别道指的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我们管这组 K 线呢叫做干扰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有可能走杀色阴线和搪塞阴线最终让道指重新回到32000点之下。那么明天美国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非农数据周五的时候公布这个数据。那么非农数据我们看历史上的公布出来之后，行情都会出现大概率的一个下跌状况。为什么会出现下跌呢？因为非农数据如果高于预期的话，有可能会加息加息幅度会增大。那么如果非农数据出现低于预期的话，那美国经济形势不好，所以呢也可能会导致美股出现一个下跌。所以呢无论这个数据好和不好都会让市场出现大概率的一个下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1、2、3、4、5、6、7、8、9、10、11、12、13一共13个数据当中有3个是上涨的，其他10个呢都是下跌的。所以呢非农数据的公布大概率呢会让比特币和美股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那么整个金融市场都在等非农数据的公开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既不突破也不下跌。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这个里面我们看比特币的 K 线呢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附近这个压力位呢迟迟得不到突破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始终在这个位置下方运动昨天凌晨0点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涨做了一个插针，但最后呢还是被空头逼了回来。那如果明天这个非农数据公布之后，我认为大概率呢它的趋势会最终得以落地我认为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行情整体的趋势呢仍然是一个下跌趋势。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这个位置上有压力位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周期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明显的可以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正在不断的下移，证明下跌的趋势仍然存在。同时呢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这个11月8日这里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11月9日8阶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8阶阴线做出的回补动作那日线级别上就可能走出杀僧阴线和搪塞阴线。同时呢我们看到这轮的回补动作呢也是主要是围绕18500到15500这个区间做的回补动作。第一轮回补动作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形成底部的4次波谷，4次波谷形成之后构成了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根据基安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跌破的，也就是说容易出现新低但是这个收敛三角形它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轮突破破坏掉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趋势。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时间周期切换到日线上来。那日线级别上目前在底部的这个区域上已经可以观察到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16000点的这个波谷。那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还是容易看出一个新低行情在这里面持续震荡之后，很容易走出它的日线级别的杀僧阴线从而
不断推出新低。那么周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10月7日这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啊，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啊做出的震荡，也叫妖怪 K 线、干扰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啊。因此呢，下方可能会有周线级别的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呢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欧啊。那么比特币在当前行情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啊，周线级别看空，日线级别看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布局的点位呢，我认为第一个点位啊是在17000美金啊，4小时级别1690均线、140均线压力位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那么第二个点位呢是在17700美金啊，这个位置布局第二个空单。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波峰连线在这个位置上啊，构成了不断下移的一个压力位。那再往上呢，就是19000美金这个位置发生突破的话，行情就会发生多空的转变啊，所以呢，这个位置是不建议布局空单的啊。如果突破到这里，空单要做止损动作啊。同时呢，我最近啊看了很多啊人做的这个单啊，大部分赚钱的呢都是低倍合约，高倍合约呢有可能会有那么一单两单去赚钱啊，但是最终呢它会遭受到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呢，我认为大家如果做行情的话，做空的话啊，这个倍数可以降低一些，毕竟呢目前这个时间点多空可能性啊都会有一些。虽然我们用这个 K 线休战法，用这个均线理论可以看到啊，下跌趋势还在继续，甚至我们还在布局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空单啊，但是呢底部啊随时可能出现啊。最终的底部的出现呢，我们只有回头来看啊，才能确认啊，这个15487可能是最终的低点啊，历史走过之后才能确认这个低点。所以呢，对于多空不明朗的情况下，你的进场的仓位之后啊，一定要设置低一些的杠杆，把止损也同时设置上啊。同时呢，在当前时间点，在1月1日，我已经跟我 VIP 群中的朋友说啊，现货呢可以进行一定的布局，虽然我们的空头的目标还在啊，对于比特币来说还在10500这个位置上啊，但是现货呢布局之后啊，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兔年现货还是能够有利润的啊。你在这个布局之后啊，也是啊，对于现货布局之后，也是要把仓位打散，随着它价格的不断下跌啊，逐渐的摊平你的成本啊，摊低你的成本。那对空头来说，恰恰相反，是随着反弹的不断推进啊，你把这个仓位的成本降下来啊，这两个是相反的啊。但是呢，在行情当中啊，最好是要把握一个趋势。那当前的趋势呢，对于合约来说啊，对于合约来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你要有一个空单的仓位啊。同时呢，对于现货来说，你要有一个布局的仓位啊，这两者不矛盾。这轮行情啊，从4万点上方，我就让大家伙去慢慢的做空，但做空获利之后，我们还要反过来去做啊，因为对于比特币4年一个牛熊来讲啊，它的最大的下跌往往是牛市过后的第1年的熊市啊，也就是22年的熊市。那么在22年的熊市当中，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已经达到77%，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跌幅啊。虽然我们的目标点位呢是同18年的行情一样，就是最大跌幅85%，但是在77%的大幅下跌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布局啊一点现货。并且无论你的现货也好，合约的做空也好啊，都要分布式进场啊，分仓进场啊。这就像啊，你是一个潜水艇去攻打一个航空母舰，是1颗鱼雷能够命中目标，还是3颗鱼雷能够更精准的命中目标呢？我认为是3颗鱼雷啊。所以呢，
同理可证啊，对于比特币的多空来讲，无论你是多头还是空头啊，分仓式进场，缓慢进场，降低仓位的一个杠杆倍数，合理的设置止盈止损啊，能够更好的获得趋势上的利润。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以太坊啊，继续相对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上涨动作，但是这个上涨动作之后呢，我们看到啊，以太坊对比特币上方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0.075的一个压力位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悟空阴线早在9月份已经出现啊，悟空阴线后面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的 K 线。那么周线级别下方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可能会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个下跌动作。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本身，我们还是看空的，虽然它有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啊，它的价格上来啊，当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啊，因为还在这个焦点区域附近啊，这是一个区域附近啊，我们要注意。那么在11月8日看到悟空阴线之后，10月9日八节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我们都可以看作八节阴线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八戒遇到的妖怪啊。那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走沙僧和唐僧。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前后啊，焦点位前后都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日线级别我们看到144均线啊也正在不断下移，所以呢，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仍然是以空单为主啊，并且呢，随着它这个144均线不断下移，它的阻力位呢也正在不断下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阻力位大概是在$1350附近。那么这一轮行情它出现的一个反弹动作呢，我们仅仅认为是一轮小时线级别的反弹动作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小时线级别反弹动作完成之后啊，到达1275点，所以呢，目前仍然是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市场上今天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呢，就是火币网孙宇晨可能会要裁员降薪啊，降低员工的待遇，甚至不发工资，把这个工资变成 BUSDT 发放给员工，并且这个孙宇晨关闭了和员工沟通的一个他的这个钉钉群。那么这则消息出现之后，火币的代币火腿出现了大概10个点的下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本轮火腿相对于 BNB 来说啊，它的下跌程度呢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可以看到21年5月达到接近$40，然后它的最大跌幅呢是达到了90%。那90%的跌幅啊，这是一个山寨币的跌幅，因为我们知道啊，比特币的今年的22年的最大跌幅是77%啊，以太坊是80%多，那么 BNB 呢仅有75%的跌幅。那么火腿呢，因为去这个中心化啊，我们说这个去某些原因吧它的下跌程度是远高于 BNB， 远高于比特币啊，甚至远高于以太坊的啊，它是一个山寨币的跌幅。那么现在呢，孙宇晨收购了火币网之后出现了裁员降薪之后影响了火腿的价格。那么我认为他的这种行为它是一种对火币网这个公司的一个优化的行为。那么后期呢，对于火腿来说还可能出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今年我们遇到的这个 FTT 崩盘了之后出现了一个浪子回头式的上涨。那么如果HT 在底部能够出现一些震荡的话，我认为它还是有可能走出一定的浪子回头的。那么目前是不能进行抄底的，因为日线级别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跌趋势呢是连续的首先第一轮下跌之后进行了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动作完成之后又重新去探底，探底之后不断的进行回补，不断的进行震荡，最终呢才能见到它的底部
啊，最终呢见到底部附近啊这个位置，我认为会跌破这个3.7，跌破之后呢才可以做这个浪子回头啊，对于火腿币的浪子回头。那 FTT、Luna C 啊，分别都是今年非常好的一个浪子回头币种啊，这些呢我们应该在现货上对它有所布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和以太坊在未来3年之内涨幅它是缓慢的，涨速是缓慢的但是这些浪子回头币就是快速崩盘之后，这些币种在底部已经非常低的价格，有一点好的信息呢，往往会推动它的价格出现一定的上拉动作，有的时候是急拉动作比如说 FTT 最终被某个公司收购，FTT 交易所可以正常交易，FTT 交易所可以正常的存取，那么将会对 FTT 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会把这个价格拉得非常猛那对于火腿来说，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现在这个火币交易所员工可能是1000人，1000人裁员到300人300人之后，然后这300人还降薪降低待遇然后他们维权，然后让火腿的价格不断下跌。但是一旦这个公司有各种利好出现火腿火币网最终形成了一个非常正轨的一个趋势之后那么火腿必然出现一定的价格的拉升所以呢，机会呢往往在暴风雨之后这些浪子回头币也就是暴跌之后的这些币种呢，往往存在更好的机会那这些机会我们什么时候做动作呢应该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右侧交易的原则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这种 K 线突破上涨之后再做我们的抄底动作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昨天讲了这个均线战法比如说这里是15分钟级别144均线下来了，然后50均线10均线上来了然后形成金叉这也是一个好的进场方式。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